我跟一些台湾的朋友讨论了，了解到台湾现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问题，是因为一方面薪资被压低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中小企业也因为需要用一个 cost down 的那个模式，他们觉得要有竞争力，就是要把价格压低，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大企业已经垄断了市场，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决定薪资要调多高，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可以决定价格应该多高。那如果这些中小企业呢，想要进入市场跟这些大企业竞争的话，他们也需要以这些大企业所定的价格来做他们的生意，不然他们就没有那个竞争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企业呢，他们除了在台湾的市场有影响之外呢，他们其实也可以在国外卖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所以他们也有那个能力赚更高的利润。如果他们是可以在国外卖更高的价格，那所以中小企业会一直面临到问题，除非他们可以像说 Gogoro 那样在国际市场呃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发展，像他们现在推出了那个电动脚踏车，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价格调高，然后把他们的利润也是升高。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台湾现在面临到的市场是，一方面是大企业大企业的利润比较高，然后一些劳工的薪资也比较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另外一个阶级的，就企业，就中小企业利润比较低，劳工一大部分的薪资也比较低，但是这造成了一个阶级的社会，一个慢慢也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但是台湾现在这个 cost down 还有这个低成本的这个模式呢，使到了企业不敢去冒险，不敢 take risk。然后另外一个是台湾的社会，台湾的企业也相对的变成比较保守，这也是影响到了政府，政府怎么投资，政府怎么样支持台湾的企业，就如政府也是相信台湾其实要用一个低成本，一个很快可以找到 outcome，可以找到结果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们大部分呢都会投资在大企业，为了要找到比较快的 outcome。但是这也变成了中小企业其实拿到的资金比较少，他们要发展的机会也比较低。那因为除了政府不肯，政府也不是很想冒这个险，那些投资者他们也不肯，也相对也不肯冒那个险，所以也比较少投资在中小企业，都会投资在大企业。但是这也会造成了一些企业啊，甚至台湾的社会，生产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为了要 cost down，为了要成本低，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另外一方面是台湾区域性的问题，就台湾有台北、高雄、台中，但是因为他们的发展都不平等，这也造成了区域性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一块要解决的。但是如果台湾想破解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这个 cost down 的这个 approach 打破，那我们要把这个阶级的这个思想也打破，我们也需要把冒险的精神找回来，所以要把现在这个思维打破，这个保守的思维也需要打破。所以呢，如果要把这个 cost down 的思维打破，一方面就是要把 cost 慢慢的提升，就成本要慢慢的调高，那成本要调高，薪资也要相对的调高。所以台湾现在主要是要打破这个 cost down 的这个模式呢，主要呢可能是政府一方面也要做一个决定，说政府自己要投资在中小企业，那投资的目标主要也是要为了生产 value。如果政府可以支持中小企业，把他们的帮他们呃
有比较多资金来投资在创新，使到他们也是支持他们帮忙员工的薪资调高，帮忙他们的那个卖的那些他们的创新也是可以以高价钱卖，可以产生更高的 value， 这样可以使台湾现在打破一个 cost down 低成本低模式，一个低价值的一个模式，而找出一个高成本高价值的一个模式。但是另外一个台湾也面对到的问题就是政治的因素。那现在因为有中国的一个对抗，政治人物呢有时会因为要面对中国，会说台湾现有的状况不可以有什么改变，因为如果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呢，会导致可能外面的威胁。但是这也相对变成一个借口，因为这样就很难让台湾注重在他们其实社会现在需要面对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台湾可以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现在这些因素打破，而找出一个比较高价值、一个高成本的模式呢，这样其实会让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更高，使到台湾其实会更有办法、更有能力跟别的发达国家一起努力来把台湾的这个branding 打起来，也是有那个能力来对抗外在的影响，如中国。